很多人以为血栓是少数人的疾病，只有年纪很大或是身体状况不好，长期卧床的人才会有。其实不然，血栓就像身体里的隐形炸弹，很可能早就在体内慢慢形成，只是我们自己浑然不觉。一旦突然爆发，可能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像是心肌梗塞、中风，甚至猝死。血栓的形成原因有很多，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2个因素其实很不起眼，就是久坐和水喝太少。尤其是退休后的长辈，常常在家看电视，一坐就是2-3个小时，有时候一整天下来连一瓶水都没喝完。久坐加上缺水，会让血液流速变慢，变得又浓又黏，就像水沟不通会堆积垃圾一样，血液里的杂质也会慢慢在血管内堆积起来，久了就可能形成血块。再加上年纪一大，血管本身也会渐渐失去弹性，变得像老旧水管一样，容易硬化、脆裂。如果里面再堆满胆固醇、脂肪等沉积物，那堵塞的风险就更高了。一旦这些血块卡在心脏、脑部或肺部的血管里，就是我们熟知的心肌梗塞、脑中风、肺栓塞等重大疾病。最可怕的是，血栓平常几乎没有明显症状，不会痛，不会痒，有时候只是轻微的手脚麻木、头晕、喘不过气，大家也容易忽略，等到真的出问题，往往已经来不及。好消息是，医学研究发现，某些天然水果中的营养素具有帮助溶解血栓、清理血管的功效。这些水果不像药物会有副作用，价格平时，容易取得，而且味道好吃，日常中就能轻松摄取。今天我们就来分享10种能帮助血管恢复畅通，被医生称为天然血栓清道夫的水果。那么第一位果界守护者就是香甜又营养的葡萄。为什么它会被称作血管的救星？接下来我们来仔细说说。说到葡萄，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它香甜的味道，但其实葡萄真正的秘密藏在那层薄薄的果皮里。葡萄皮中含有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叫做白藜芦醇。这个成分被科学界称为心血管的守护者。白藜芦醇能帮助血液不要太粘稠，还能让血管保持柔软有弹性。这2件事对预防血栓形成至关重要。研究显示，每天喝1小杯不过滤的红葡萄汁，连续2周，血栓风险能降低高达75%。这说明了葡萄的潜力不可小觑。建议吃葡萄时尽量连皮吃，因为白藜芦醇主要集中在果皮中。若不习惯整颗吃，可以用果皮果肉一起打成果昔，也可以冷冻后当作健康冰点心。说完葡萄，这位默默守护血管的小尖兵，接下来这位看起来毛茸茸，其实内藏神奇分解力，正是奇异果。奇异果不仅富含维生素 C， 更厉害的是它含有一种特殊酵素，叫蛋白酶。这种酵素能直接分解血液中的纤维蛋白，也就是形成血栓时的粘住剂。当血小板开始聚集，纤维蛋白会像胶水一样把它们粘起来，进而形成血块。如果能降低纤维蛋白的活性，就能大幅减少血栓的风险。奇异果就是少数具备这项能力的水果之一。每天早上空腹吃2颗奇异果，不只能让血液更清晰，还有助稳定血压。若找不到奇异果，凤梨也是不错的替代品，因为它也含有类似作用的凤梨酵素。而说到酵素清除坏东西，下一位要介绍的就是对付血管、老化沉积的专家木瓜。木瓜的酵素可不只是帮助消化，它还能清除血管中的坏胆固醇与多余脂肪。这些坏脂肪一旦堆积在血管壁上，不但让血管变窄，还会促成动脉硬化，甚至血栓。木瓜中含有的木瓜酵素能有效分解这些脂质沉积，就像帮血管做深层清洁。除此之外，木瓜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C，
有助于减少血管发炎，增加血管弹性。研究指出，长期吃木瓜，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能下降16%。若再搭配一点姜汁与柠檬一起打成果昔，还能提升循环与抗发炎效果，是早餐或下午茶的好选择。说到强化血管、抗氧化，下一位红色宝石般的水果，则是许多医生惊艳的血管修复高手，它就是石榴。石榴的魅力不只在于它酸甜可口的味道，更在于它富含一种强效抗氧化物质鞣花酸。这种天然成分能对抗体内自由基的伤害，保护血管内皮不被侵蚀，减少发炎与血管硬化的风险。更令人惊讶的是，石榴汁还能刺激一氧化氮的生成，这种气体在身体里的作用非常重要，能帮助血管扩张，促进血液流通，就像帮血管做深呼吸。研究发现，每天饮用120毫升纯石榴汁，连续3个月，能让颈动脉的斑块缩小达30%。如果担心石榴籽不好咀嚼，可以选择已去籽的石榴杯或现成冷压石榴汁，但记得要选无加糖、无浓缩的纯汁版本。说完这位血管修复专家，接下来登场的是脂肪界的好学生，外表低调，营养却非常惊人，它就是酪梨。酪梨也被称为牛油果，外表朴实，却是水果界的油脂王者。但这油可不是坏油，而是对心血管非常友善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油能够帮助降低坏胆固醇 LDL， 同时提升好胆固醇 HDL， 对预防动脉硬化、减少血管阻塞有显著帮助。除此之外，酪梨还富含钾，有助于调节体内钠的浓度，间接达到稳定血压的效果。钾的存在也能帮助血管维持张力与弹性，让血液流动更顺畅。再加上它所含的维生素 E 有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血管壁不被自由基破坏。酪梨吃法也很弹性，可以切片加在全麦吐司上做成简单的早餐，也可以加入沙拉，搭配一点柠檬汁与橄榄油，甚至打成酪梨牛奶，口感浓郁滑顺又健康。长期食用不但让血管更前进，也能让皮肤更光滑，精神更饱满。而在这个润滑血管的酪梨之后，接下来这位热带水果则以强大的酵素力量，专门针对血块，帮助溶解与分解，它就是凤梨。凤梨不止香甜可口、消暑解渴，它内部所蕴含的凤梨酵素，才是让医学界刮目相看的真正宝藏。这种天然酵素对于分解蛋白质与血液中可能形成的血块有相当明显的帮助，特别适合用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液粘稠。有些人因为久坐、饮水不足或高油饮食，导致血液中的废物堆积，流动速度变慢，而凤梨酵素就像一只天然的小扫把，能够帮助清除这些潜藏的沉积危机。不仅如此，凤梨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锰，能加强血管壁的修复与弹性，间接减少血栓形成几率。特别提醒，吃凤梨时可以选择新鲜凤梨，酵素活性最强。建议在2餐之间作为点心食用，避免空腹，以免刺激肠胃。如果怕口感太酸，也可以搭配几片苹果或香蕉一同打成果昔，既保留活性又能口感温和。说到口感温和又具有特殊血管放松功能的水果，下一位可是夏天最常见的明星，它不止补水，更能默默帮助我们防止血稠，它就是西瓜。提到夏天的水果，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瓜。这颗硕大的果实不仅能解渴消暑，对血管来说，其实也是一位非常温柔的帮手。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西瓜里含有的2大关键元素，水分与瓜氨酸，正好能解决血液粘稠与血管僵硬这2大问题。我们先来说水分，人体超过一半是水分构成，血液也一样。如果水分摄取不足，血液就会变得浓稠，流速变慢，这样一来，
血栓的风险自然大大增加。西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2%，每咬一口都是在给身体补充天然的水分，让血液保持顺畅流动，不易阻塞。再来说说更厉害的成分，瓜氨酸 citrulline， 这是一种天然氨基酸，进入体内后会转化为一氧化氮。这个名字我们前面提到过，它能让血管扩张，放松紧绷的血管壁，从而降低血压，促进血液循环，就像帮血管做了一次深层舒缓按摩。研究发现，每天吃2片中等大小的西瓜，连续2周，就能明显提升体内的一氧化氮浓度，对于有高血压或血管硬化倾向的人，有相当不错的帮助。如果担心血糖，可以选择早上或中午吃西瓜，搭配蛋白质或健康脂肪，像是坚果，让血糖上升更平稳。也可以把西瓜切块冷冻，打成冰沙，加一点薄荷叶，不止消暑，还能让血液清爽通畅。说完这位水润又放松的夏日好朋友，接下来这位则是深蓝色的宝石，拥有强大抗氧化力，能延缓血管老化，修补损伤。它就是蓝莓。别看蓝莓小小一颗，它可是血管年轻化的秘密武器。蓝莓属于莓果类中抗氧化力最强的一种，内含大量花青素与多酚化合物。这些天然色素不只让蓝莓呈现深蓝偏紫的美丽色泽，更能深入血管系统，发挥惊人的修补与保护作用。首先要提的是花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能中和血管中的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防止血管壁被氧化破坏，从而降低动脉硬化与血栓风险。当自由基太多，血管内皮容易受损，血液中的脂肪与胆固醇就会趁虚而入，开始沉积，形成斑块。但有花青素的保护，血管就能维持年轻有弹性。除了抗氧化之外，蓝莓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稳定血压，甚至有助于强化微血管。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随着年纪增长，微血管变脆、变窄是常见问题，常常导致四肢冰冷、头晕目眩，甚至视力模糊等状况。研究指出，每天摄取50克的新鲜蓝莓，连续8周，就能显著改善血管弹性与血压数值。如果不方便吃新鲜蓝莓，也可以选择冷冻蓝莓、前造蓝莓，甚至是无糖蓝莓粉，加在燕麦、优格或果昔中，都是很棒的健康点心。说完这位深蓝小精灵，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皮厚汁多、香气十足的柚子。别小看它略带苦味的果肉，里头可是富含对心血管非常有帮助的钾与类黄酮，这正是第10段要介绍的主角。柚子是许多中老年人熟悉又喜爱的水果，尤其在中秋节、秋冬季节最常见。但您知道吗？这颗看似平凡的水果，其实蕴藏着对心血管极为重要的2大营养宝藏，钾与类黄酮。首先来谈钾，钾是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的重要矿物质，对控制血压有直接帮助。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钠，而钠摄取过多，正是高血压的主因之一。许多长辈都有常年吃偏咸的饮食习惯，身体里的钠容易囤积，导致水分滞留，血压上升。这时候，如果每天能吃上一点含钾高的柚子，就能帮助以钾制钠，自然降压，降低中风风险。再来是类黄酮，这种天然植化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发炎，还能促进血脂代谢，防止坏胆固醇堆积在血管壁上。研究显示，类黄酮的摄取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吃得够，血管越健康。柚子的好处不止于此，它富含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有助促进代谢，维护肠道健康，还有一种独特的天然香气，有助放松神经，稳定情绪。对容易紧张、焦虑，导致血压波动的朋友来说，
是种既养生又养心的水果。不过提醒大家一点，柚子虽好，但若正在服用某些药物，像是降胆固醇药 statin 类、心律不整药或免疫抑制剂等，建议先询问医师，因为柚子中的某些成分可能会干扰药效。说完了柚子这位平衡血压与血脂的双管齐下好帮手，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是多数人早餐最常见的一种柑橘类，也是维生素 C 的代表，它就是柳橙。说到维生素 C， 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就是柳橙，或是各种柑橘类水果。这类水果不只是香气扑鼻、汁多味甜，更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摄取到强化血管、营养素的来源。维生素 C 在我们身体里扮演着多项重要角色，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不只对皮肤有帮助，其实血管壁的韧性和弹性也需要胶原蛋白来维持。当年纪增长，胶原蛋白流失，血管就容易变脆、变硬，更容易破裂或堵塞。因此，摄取足够的维 C 就是在给血管补强加固。不仅如此，维 C 还能增强免疫力，促进铁的吸收，对预防慢性发炎与改善贫血也有明显效果。而且柑橘类中常见的天然植化素橙皮苷也是一种抗氧化高手，能帮助清理自由基，维持血液清澈。每天早上一杯新鲜柳橙汁，或是一颗小橘子，既能补水、补维 C， 也能唤醒一天的活力。若能搭配其他抗血栓水果一起吃，更能发挥协同作用，把血管打理得前前净净。不过也提醒大家，虽然果汁方便，但果肉里的膳食纤维才是帮助代谢的重要元素，因此能整颗吃就尽量不要只喝汁，尤其是市售果汁常常加糖加浓缩，不如自己现榨来的健康又安心。看完这10种水果，您会发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就有很多天然的护血高手，只是往往因为不了解，错过了他们的潜力。葡萄的白藜芦醇能抗凝，奇异果与凤梨靠酵素来分解血栓，木瓜与石榴清理胆固醇与氧化压力，酪梨用好油润滑血管，西瓜则补水降压，蓝莓抗氧化，延缓血管老化，柚子与柑橘类则提供钾与维 C 来稳压强韧。这10种水果等于从不同角度同心协力保护着我们的血管健康。那么一天该吃多少才有效呢？其实不需要每样都吃，也不用吃太多，建议每日至少摄取2种不同颜色的水果，约1到2个拳头大小的分量。例如早餐来半颗木瓜，中午或下午来几颗葡萄加1杯奇异果果昔，晚餐后来点柳橙或柚子，都能轻松达成。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水果不像药，吃一天看不到效果，但如果天天吃，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盈，气色更好，睡眠也变深，血压和胆固醇数值也会慢慢往健康靠近。当然，水果虽好，也要注意糖分与整体摄取量，尤其是糖尿病或慢性病患者，建议与营养师讨论适合的分量与种类。最后，血管的健康从来都不是靠某一种神奇食物来解决，而是靠日积月累的好习惯慢慢累积。若能配合多喝水、适当运动、不久坐，水果就像是帮我们每天洗血管的小帮手，默默在体内守护着我们的心脑健康。你有没有吃过这10种水果中的哪几种？或是哪一种是您的最爱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也别忘了订阅银铃智慧，持续为您带来更多中老年人实用的健康知识与生活智慧。